欢迎来到辽史侦探所，翻找尘封史料，解读惊人细节。你知道吗？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，不只是因为官场腐败、宦官乱政、外族入侵，还有一个很少被提起的致命原因——气候变迁。没错，你莫听错，就是天气变冷，把这个庞大的帝国一步步逼到崩溃。这个故事比你想象的更惊心动魄。我们常听说历史是人心的选择，一个王朝灭亡多半归咎于昏庸皇帝、贪官污吏或是强敌压境。但如果告诉你，明朝真正的致命打击其实来自一场全球性的寒冷期呢？想象一下，连南方的海南导毒下雪，长江以南冰封40天，这样的气候巨变对以农业为基础的大明帝国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小冰河时期，竟然是明朝灭亡的真凶。其实明朝的衰败并不是一夕之间的事，很多人说明朝死在崇祯，但真要追溯，从嘉靖和万历年间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。从上一集我们提到，嘉靖皇帝一心炼丹，政治荒废，万历则是出了名的不上朝，导致官场贪污，税收混乱。到16世纪末，明朝军事开支从税收的3成一路飙升到9成，国库被拖垮，兵饷发不出，士兵连衣服都不够穿。虽然明朝还苟延残喘了100多年，但这样的基础一旦遇到天灾，就成了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17世纪，全球都进入了一个小冰期，简单说，就是整体气候突然变冷。根据史料，1621年长江以南竟然下了40多天的雪，洞庭湖直接结冰。1637年，连四季如夏的海南岛也飘了3天雪。学者推估，那个时代的平均气温比今天低了1到2度。你可能觉得2度没石磨，但在农业社会，那可是毁灭性的。因为只要连续几年低温，粮食产量就会大幅下降，导致饥荒、瘟疫，再加上百姓流离失所，局势很快就会全面失控。这场气候危机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农民。1628年，崇祯削减开支，裁撤了大批驿站，李自成本来是一族，结果失业。隔年，陕西大旱，百姓吃光树皮，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。这正好给了李自成起事的机会。更戏剧化的是，李自成差点几次被明军彻底消灭。1633年，他的部队被明军围困在黄河边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，结果遇到极寒冬天，黄河整条结冰，他的部队硬是从冰面上逃了出去。接下来连年大旱，百姓没有粮食，只能跟着李自成，谁能给饭吃，谁就是救命恩人。这样一来，李自成的军队迅速膨胀，从几万人到上百万，最终在1644年攻入北京，明朝灭亡。可以说，没有那一连串的极端天气，李自成的农民军根本撑不到最后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同样的气候，为什么女真人反而漠视，甚至越来越强大？事实上，他们受影响更大。女真人主要靠渔猎为生，比农业还脆弱。面对天灾，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抢。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在灾荒年不断发动战争，抢夺明朝的牲畜、粮食和人口。一次战争就能从关内劫走数10万牲畜和百姓。这些人被带到东北，成了八旗的劳动力和兵员。换句话说，越是饥荒，女真人越有动力去掠夺，而这正是他们迅速壮大的关键。相比之下，明军因为国库空虚，连士兵都吃不饱，更别说养得起能和八旗抗衡的骑兵了。当女真人一次次兵临北京城下，明朝却只能眼睁睁看着，没有能力给予致命一击。除了战争，天灾还带来了另一个杀手——瘟疫。当饥荒发生时，人口被迫迁徙，微生物环境被打乱，加上饥饿导致免疫力下降，人们甚至会去吃野味，结果传染病就更容易扩散。据推测，明末流行的瘟疫就是鼠疫，光是华北3省死于鼠疫的人口就可能超过500万。而李自成的军队也成了移动的传染源，凡是他们走过的地方，瘟疫就跟着爆发。这样的局面让明朝百姓几乎没有活路，粮食不够，军队不行，瘟疫蔓延，社会秩序全面崩溃。可以说，明朝的灭亡不只是政治腐败的结果，更是一场气候与环境的多重打击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不只是明朝的问题。17世纪几乎是全球乱世模式，法国在短短25年内爆发了156次起义，英格兰陷入内战，芬兰在一次饥荒中损失了1/3人口，日本则爆发了岛原之乱。学者甚至把这段时期称为17世纪普遍危机。所以，明朝的崩溃只是全球寒冷时代的一部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辽史侦探所带您继续揭发历史真相，精彩影片不错过，欢迎追踪，开启了小铃铛。